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位曾经红极一时、骂遍各路、号称爱台湾爱到底的网红奇溪馆长陈之汉。如今他的剧情却峰回路转，甚至出现连中国网友都喊抓他的荒谬场景。他走到一个地步，台湾不待见他，中国也不信任他。这位昔日叫嚣爱国、痛骂共产党的猛男，如今为何落得两边不要？他的故事可谓精彩绝伦，教训十足。我们就来深入挖掘这场惊人的翻车戏码。馆长本名陈之汉，原本只是一名退伍海军陆战队出身的健身馆老板，靠着健硕身材和直爽个性闯出名号。他最早在网络上走红，是因为经常开直播痛批社会乱象，帮弱势发声。他满嘴粗话，但敢怒敢言，形象就像个侠义热血的大哥，让许多年轻人奉他为偶像。那时的馆长自诩爱国者，经常高喊自己爱台湾，绝不畏惧黑道或恶势力。2019年香港反送中风波时，他也对中共强硬打压表示过不满，一度被视为反共挺民主的代表网红之一。馆长的直率与豪爽让他人气高涨， YouTube 频道订阅数一度突破100万。他开设的健身房成吉思汗健身馆在台湾展店，他本人更常在直播中办慈善义卖，捐款救助弱势，赢得社会正义哥的称号。甚至有黑道不满他的发言，曾在2020年对他下毒手。馆长在自家馆前中弹负伤，所幸他撑过劫难，伤愈后第一时间又开直播骂回去，丝毫不畏惧。这一幕让粉丝更加膜拜，馆长仿佛是不死战神，为正义挨枪也绝不低头。当时许多人相信馆长就是铁杆的爱台湾、反共产的硬汉形象。然而政治立场从来不是一成不变，馆长虽号称爱台，但他对台湾的执政党不见得一直买账。起初在蔡英文政府任内，馆长也曾支持过一些泛绿人士，例如力挺过主张改革的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，甚至和白色力量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交好。一段时间里，他频频邀请反对党人物上节目，高谈政治，成功吸引了大批关注。然而也因为卷入政治，他的事业开始受影响。有爆料指出，自从馆长公开挺柯文哲、黄国昌以来，他旗下生意一落千丈。或许是尝到了政治搅入生意的苦果，馆长对民进党政府的态度越发恶劣。他开始指责执政党的各种政策，言语越来越激烈。时间来到2024年，台湾总统大选前夕，馆长彻底与民进党决裂。他公开炮轰当时的副总统，也是执政党总统候选人的赖清德，把所有不满倾泻而出。在2024年10月的一场直播中，馆长口不择言地喊出把赖清德的狗头给我斩下来这句惊世骇俗的话。要知道，赖清德即将成为国家元首，馆长此言形同公开威胁斩首国家领导人。这番仇恨言论一出，举国哗然，支持民进党的人怒不可遏，认为馆长已经变成疯狂的仇恨煽动者。就连不少曾喜欢他的中间选民也吓坏了，再怎么不满政府，也不能喊出要杀总统的话。这下馆长闯下大祸，司法单位立刻介入调查。2025年初，新北地检署依涉嫌恐吓、危害安全等罪将他起诉。馆长被传唤到刑事局应讯，面对记者，他不但不收敛，反而辩称自己只是引述网友留言，并继续破口大骂民进党。他甚至喊话说，就连中国也不会因为这种言论就抓人，试图强调台湾办他的案是政治追杀，暗示大陆那边言论自由更宽容。听到这里，许多人不禁瞠目结舌。曾经痛骂共产党钳制自由的馆长，现在竟然说中国比较不会乱抓人。言下之意，仿佛认为中国对言论更开明，台湾反而像集权国家。馆长这番颇为讽刺的说辞，成了他思想转向的重要信号。或许在他心里，此时的台湾政府已经是头号敌人。相比之下，他开始对北京当局产生某种幻想，觉得祖国那头也许更讲理，更值得亲近。自此之后，馆长的言行出现戏剧性逆转，他一边在法院与台湾官方缠斗，另一边则悄然把目光投向海峡对岸，准备开启一场人生豪赌。2025年上半年，坊间开始流传馆长将进军中国市场的消息。一开始很多人不以为意，
毕竟他过去骂共产党那么凶，怎可能跑去中国发展？但馆长很快用行动证明这不是假话。2025年6月，他宣布前往中国大陆旅游考察，还在 YouTube 频道开直播，带着粉丝一起见识真实的中国。这次行程长达6天5夜，由上海起步。踏上中国土地的馆长，仿佛刘姥姥进大观园，大开眼界。只见他一路上对上海的繁华赞叹不已。馆长在上海街头直播时，不断惊呼：这里高楼林立，名牌商店遍地，地铁、高速公路等基础建设发达，超乎想象。他感慨自己过去的想象太落后，直言上海的消费水准、人民生活品质都令人震撼，言语之间对比出对台湾建设的失望之情。很快，他在大陆的言论被台湾媒体报道，引来舆论哗然。不少人批评他贬低台湾，歌颂中国，认为他为了讨好北京，不惜唱衰自己的家乡。对此，馆长急忙澄清，强调我是台湾人，我怎么会贬低台湾，声称自己从没说台湾不好，只是来大陆自我反省，学习优点。他的辩解看似有理，但已经有人开始给他贴上一个难听的标签：舔共。所谓舔共，就是卑躬屈膝讨好共产党之意。馆长过去痛骂别人是舔共仔，没想到这次风水轮流转，他自己成了众人眼中的舔共代表。一些曾支持馆长的深绿或本土派粉丝感到被背叛，纷纷在网上开喷：你不是很爱台湾吗？现在叫你去中国发展，就这么卖力夸共产党。更有甚者直接辱骂他为汉奸。一时间，馆长的社群版面上骂声如潮，他的 YT 频道订阅人气都开始下滑，许多人扬言退订，再也不看这个便捷的家伙。然而，馆长似乎早有心理准备承受这些骂名，他一意孤行，认定去中国赚人民币才是未来出路。他在直播中直言不讳道：每天骂人讲政治真的没意义，太 low 了，我现在只想做专业，把生意做大。他表示自己受够了被贴各种标签，往后要远离政治口水战，专心卖货做实业，把爱国网红的人设彻底抛开。为了向大家证明他的决心，馆长在频道上大动作直播，开箱他在中国厦门新成立的电商公司。画面中可以看到宽敞的办公室装潢，一整个大陆团队现身。馆长对镜头介绍说，这家公司叫智慧馆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，是他跨海创业的基地。他声称这次玩真的，要向所有人证明他能把事业版图做到对岸，不再卷入任何政治纷争。甚至馆长语带轻蔑地说，骂脏话搞政治那一套太 low， 是台湾在玩的，我在这边要升级打法。言下之意，他要以专注赚钱卖好产品来在中国闯出新天地。这番话仿佛将过去那个动不动破口大骂的馆长一笔抹煞，连他的招牌粗话风格都收敛许多。许多观众看得目瞪口呆，真是10年河东10年河西，馆长竟为了人民币把自己完全重塑。但现实很残酷，等待他的不是一片鲜花掌声，而是更加扑朔迷离的险恶局面。2025年下半年，馆长正式在中国各大平台亮相。他注册了大陆的抖音账号，开始尝试直播带货。刚开始，他的确博得不少好奇流量，毕竟馆长陈之汉这个名字对两岸网友来说都不陌生。在台湾，他曾经呼风唤雨；在中国，一些关心台湾网络的人也早听过这号骂人很呛的台湾壮汉。现在他洗心革面来大陆讨生活，许多大陆网友凑热闹般涌进他的直播间，想看看他到底卖啥药。馆长深知初来乍到，必须表现出对中国的忠诚和热爱，才能换得当地观众的信任。所以他的人设再次切换，从前那个逢共必反的台派大叔，变成如今处处歌颂祖国的两岸一家亲使者。他在直播中时不时冒出几句让台湾人啧舌的言论，例如称中国是祖国，台湾同胞要多来大陆看看，不要被民进党骗了。他还说台湾有 96% 都是中国人，如果两岸开战，台湾人2分钟就投降。这些话在台湾听来简直大逆不道，等于是否定台湾人自己的民族认同和抗敌决心。然而馆长此刻顾不得这些，他急于讨好中国观众，
用力说出他认为对方爱听的话。一开始，馆长的投名状似乎奏效了一些，在他的抖音直播间涌入大批好奇宝宝，凑人气。他带货卖的商品销量数据看起来也不错。2025年12月，他宣称首次直播带货就大赚人民币数百万，引发媒体报道。不过，也有人质疑这些数字的水分。有传闻称，为了捧馆长这个示范案例，中共当局暗中下令大量下单捧场，营造他在中国大获成功的假象。甚至台湾国安单位怀疑，馆长背后是否接受了北京的补贴金援，可能触犯反渗透法。一时间，馆长拿中共钱当统战工具的阴影挥之不去，令台湾对他更加反感。但抛开传闻不谈，馆长在中国的直播生涯其实并不顺利。首先是他自己难改本性，即便强装和气，但习惯了台湾自由网络的他，很难完全适应中国严格的网络审查。比如有一次，他在抖音卖货时，脱口而出一句“这产品很枪炮，很猛”的意思。结果因为提到敏感词“枪”而触动审查机制，直播间当场被平台强制切断。他一脸错愕，不明白自己哪里犯忌。事后，他苦笑承认，讲了不能讲的，抖音账号一度被封禁数天。还有一次，他骂产品不好用，标了一句台式国骂 X， 你 X， 没想到也触发了违规大陆平台禁骂人。直播再次中断，频频的技术中断，让馆长又气又急，却只能向观众陪笑道歉。再来是大陆观众对他的信任问题。虽然馆长叛命表忠，但中国网友可不是那么健忘的人。他们当中许多人清楚记得，这个陈之汉以前可是骂过共产党，甚至支持台湾独立的。如今看他突然180度大转弯，许多人怀疑他是在演戏。有人在他的直播评论区讽刺，为了钱连脸都不要，陈之汉戏真多。也有人质疑，这人以前喊台独，现在跑来装爱国，他以为我们不知道吗？对此，馆长急得在直播中一再恳求说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他甚至语带哽咽的自嘲，说自己在台湾已经像过街老鼠，被骂得比狗还不如。他强调为了走这条路，几乎赔上一切，现在快一无所有，希望大陆粉丝们看在他破釜沉舟的份上，给条活路，不要老说他左右横跳了。他苦喊，我到底还能跳去哪里？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啊！这副哀求模样让人几乎忘了他曾经对着镜头不可一世、呼风唤雨的样子。然而网友的世界哪有这么宽容？馆长的求饶并没换来多少同情，反而激起更多嘲讽。部分中国网友毫不领情，甚至喊出了抓去关起的口号。他们觉得，既然馆长过去支持台独，如今即便来大陆投诚，也难保不是别有用心，两面三刀。有人在微博放话，这种人以前讲过台湾一边一国，公安应该抓起来。还有人说，别让他跑了，我马上举报。更激进的，甚至扬言要让他铐上手铐，关进大陆监狱尝尝苦头。馆长眼见一些大陆网友对自己恨意满满，彻底慌了神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已经表态两岸一家亲，我是中国人，还是无法博得对岸极端民族派的信任。在这些民族主义者看来，他曾经支持台湾，那就是死罪，即便现在唱再多赞歌，也难洗过去的罪孽。馆长本以为不谈政治，只做生意就能全身而退，结果发现自己早陷泥淖，动弹不得。他现在的处境，用一句俗语形容，恰如其分，腹背受敌。在台湾，他因猛烈攻击民进党与频频舔共而被主流舆论唾弃；而在中国，他又因曾经的反共言论而遭到爱国粉红们敌视。两边都不信任他，两边都想惩罚他，仿佛恨不得把他撕成两半一般。这场荒诞剧在2025年10月达到高峰，馆长那时再次赴中国，展开他年度内的第3次大陆行，这回造访首都北京。本想低调行事的他，仍忍不住开启了户外直播，继续他带台湾观众看真实大陆的剧本。10月28日深夜，馆长在北京街头直播与粉丝互动。一开始气氛轻松和乐，不料就在众人围着他要求合照时，突然杀出一位戴墨镜、身穿牛仔外套的男子。此人面带笑意贴近馆长，
先是夹在镜头前比出一个大大的到赞手势，接着趁馆长不备，靠到他耳边，以低沉但清晰的声音说了一句：中国、台湾，一边一国。这短短7个字，如同一颗震撼弹。更绝的是，馆长身上别着的小麦克风，将这句话完整收音，现场以及线上的观众全都听得一清二楚，空气仿佛在那一刻冻结。馆长先是瞪大了眼，随即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尴尬笑容，整个人明显僵住了。旁边其他围观的人也愣住，场面陷入诡异的沉默。直播画面透过网络传回台湾与大陆，同步引爆两地网友的疯狂讨论。天哪，有人当着馆长的面讲台独口号，真的假的？还直接比倒赞，好呛。对于中国网友而言，一边一国是台独的象征性口号，由前总统陈水扁提出，意指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，各是一国。如此敏感的词汇突然现身北京大街，而且还是在一个来自台湾的网红直播时被人当面讲出，难怪轰动。许多中国小粉红看了视频，气得七窍生烟，立马在微博开锅了。有人破口大骂那个墨镜男是台独分子，更多人则将怒火撒向馆长，怒吼公安抓他，报警抓了，别让他走了，仿佛馆长才是罪魁祸首。在他们眼里，馆长有责任当场痛斥台独，但他没有这么做，只是陪笑。这对狂热的爱国者来说简直不可饶恕。他们觉得馆长心里没谱，甚至怀疑根本是馆长自己默许安排，于是纷纷喊要把他关起来审查。反观台湾网友看到这一幕，则几乎笑翻在地。有人调侃道：尴尬到脚趾抓地，勇者啊，希望那位中国兄弟别被抓走，真的大快人心。更有人讥笑，这中国人比肉呆，馆长绰号还有种，肉呆是部分台湾网友对馆长的嘲讽称呼，意思是头脑简单的肌肉笨蛋。现在他们看见馆长在中国被自己人洗脸，只觉得解气又好笑。平日在台湾直播，他成天狂骂民进党，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，可到了北京，遇到敢当面挑衅一边一国的人，他却只敢干笑，不敢呛声，怯懦的令人失望。网友酸溜溜地问，身为曾经的台独勇士，馆长怎不敢当场反驳那人说的话？这场闹剧在网上延烧许久，甚至台湾的政治人物都加入了评论。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就说，让馆长知道去中国赚钱舔共没这么容易。他分析，小粉红不是气那个喊话的墨镜男，而是气馆长居然没当场斥责对方。林委员直言，舔共的人照理说听到这种牵一边一国，应该马上跳起来痛骂才对，结果馆长只会尴尬傻笑，哈哈，这下人设彻底破功了吧。他还讽刺道，平常馆长在台湾呛声斩首总统，好像天下无敌，现在真正到了中国，终于听到人民的真实声音，不知这梦中人能否被惊醒。林俊宪的一席话可谓狠狠点出馆长的处境，他自以为跑去舔共就能高枕无忧，却不料在中国碰了钉子，四处碰壁。做生意没那么容易，舔共更不容易。这句话正是对馆长最现实的写照。其实在北京倒赞事件之前，馆长在中国旅途还有过另一场风波，可说是早已埋下伏笔。在更早的6月厦门之行时，第5天，他曾遇到一名挥舞5星红旗的男子冲出人群，指着馆长大骂台独走狗。那男子声嘶力竭喊着台独台独，似乎把馆长当作正宗的台独分子要抓捕，引发现场一片混乱。随即一群随行人员立刻扑上去将那男子压制在地，引导馆长快步离开现场。事后眼尖的网友发现人群中有人亮出一本疑似公安证件，怀疑中国警方其实早已在旁维安保护馆长。不少人嘲讽，抓到了哦，刚刚那是便衣公安吧？还说中国多自由，结果身边贴身保护的是公安，笑死。对这次事件，馆长表面上佯装轻松，还笑称该遇到的就会遇到，也蛮有趣的。他上车后不停自嘲，大场面，哈哈，难得的大场面。还说早有人提醒他有麻烦人物在外，他毫不在乎。结果真上演这出戏码，他的强作镇定掩盖不住一个事实，他在中国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。不仅要防着激进粉红来闹场，
身边甚至需要公安暗中护卫，以免出乱子。堂堂过去网络上的馆长，自诩天不怕地不怕，如今落到这田地，也是世事讽刺。到了这里，我们再回头看馆长的整个转变，不禁感慨万千。短短几年内，陈之汉仿佛坐了一趟云霄飞车，从反共爱台的英雄变成骂政府出位的狂人，继而摇身一变为投向大陆怀抱的商人，最后却弄得众叛亲离，里外不是人。这一连串剧情之跌宕，简直比8点档连续剧还要精彩，而他本人也成了活生生的教训。在剧烈对立的两岸政治间，想脚踏两条船，骑墙两边讨好，终究是行不通的。如今的馆长真可谓进退失据，骑虎难下。在台湾，他正面临司法审判，随时可能因恐吓元首言论吃上官司，一旦定罪，他恐怕逃不过牢狱之灾或巨额罚款。而就算法律制裁轻，他在台湾社会的名誉也已毁灭殆尽。大多数曾支持他的台湾人已经转为鄙夷、厌恶，视他为金钱至上的笑柄。政坛蓝营绿营也都对他敬而远之。蓝营虽然乐见他痛骂民进党，但也嫌弃他言行极端，不可靠。绿营更把他当成背叛台湾的负面典型，时不时拿出来批判一番。甚至他曾引以为豪的健身事业也受到波及，许多会员退课，合作厂商切割，使他财务压力剧增。据他自己透露，他烧钱投入大陆生意，已背上巨额债务，近乎倾家荡产。而在中国那头，馆长表面风光，开公司开直播，实际上同样如履薄冰。他必须小心翼翼迎合中国官方口径，不敢再有半句出格言论。即便如此，仍有大量大陆网友不信任他，视他为投机的小丑，随时等着看他笑话。一旦中国官方态度生变，或者哪天需要祭旗，他这种外来投诚者很可能首当其冲被抛弃。想象一下，若哪天馆长稍有不慎又被抓住把柄，说他心里还是台独，那中国方面要办他，简直易如反掌。他一个人在异乡，没有任何政治庇护伞，到时恐怕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或许有人会问，馆长会不会后悔？以他如今的表态，似乎还不肯认输。在公开场合，他强调自己没有回头路，甚至说，请不要再说我左右横跳，我到底要跳去哪？仿佛已将自己的未来压在了中国。然而深夜无人时，他会否懊恼自己当初口不择言，走上这条不归路？曾几何时，陈之汉也是百万人追随的馆长，在宝岛拥有荣华与尊敬，而今他却像浮萍一样在对岸讨生活，连人身安全都要靠别人保护，稍有差池还可能身陷囹圄。这种巨大反差，换了谁都会百感交集吧。馆长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个人魅力可以让你一时风光，却无法让你在价值选择上左右逢源。两岸关系常年紧张对立，在爱国与背叛的标签之间，其实没有中间地带可供他这样摇摆。当他试图两头讨好，最后变成两头不讨好。正如有人讽刺的，他曾以反共起家，又以舔共翻车，可谓大写的讽刺。或许对那些仍幻想着两岸通吃的人而言，馆长的下场是一记响亮的警钟。政治立场不是玩笑，信任一旦透支，就再难挽回。当初他靠着捡民粹筹码赢得点击，如今却发现民粹的洪流更会吞噬自己。无论他未来命运如何，可以肯定的是，陈之汉这个曾经叱咤台湾网络，而今沦落异乡舞台的男人，他的人生剧本早已翻车，而且再也倒不回去了。最后不禁让人想起他曾经最爱说的一句口头禅：各位，抱歉啦。如今或许只剩他孤身一人在心底叹息，抱歉啊，我错了吗？但现实没有时光机，一手好牌被他打到稀烂，只换来满盘皆输的结局。这出台湾不要中国不要的闹剧仍在发展，我们也只能继续看下去。只是无论剧情如何反转，有一点可以确定，馆长再也回不到从前的那个馆长了。